大家好，我是戴眼镜拿着话筒的拉塞亚偏偏，今天跟大家说一说目前在院线正在热映的《阿丽塔》的原著《冲梦》的剧场版动画。电影几乎就是动画剧情的加强版，看完这部动画，你就能更好的理解电影，去电影院看片时也会加倍的爽。冲梦的故事发生在未来世界的废铁镇，阿德是废铁镇上医术最高的生化人医生。这天他在垃圾场寻找机器零件时，发现了一个还有一丝生机的改造人少女。救活少女后，阿德发现她失忆了，因为是在垃圾场捡的生化少女，于是阿德就给她起名叫小白吧。最近有专门针对女孩的连环杀人案，还有人抢劫生化人的脊椎进行非法买卖。阿德警告小白，到了晚上不要到处乱跑。这天晚上，小白正在阿德家里睡觉，突然被一阵脚步声吵醒。他发现阿德一身黑衣，带着个箱子，捂着胳膊回到了房间。小白蒙圈了，大人怎么总是说一套做一套呢？早上，小白问起阿德胳膊上的伤口时，阿德颜色闪烁的说是工作时不小心弄的。难道这个阿德就是专杀女孩的连环杀人犯？接下来，男主浩浩出场，他是个单纯又勤奋的机械修理工。浩浩和小白一见如故，他带着小白来到天台看萨雷姆。这个萨雷姆是个天空之城，漂浮在废铁镇上面，是上层人生活的地方。浩浩的梦想就是去萨雷姆，为此他要攒很多钱，真是个有理想有志向的好青年。实际上和萨雷姆相比，废铁镇正如其名，荒凉破败，肮脏不堪，所有人都靠着萨雷姆扔下来的垃圾为生，这是底层里的底层。住在这里的人，谁不想上去当人上人？但也有不小心掉下来的。住在这里的阿德和他的老朋友阿莲，之前两人就一起在萨雷姆工作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两人调到了废铁镇。阿德发扬国际主义精神，开始拯救濒死的生化人；阿莲则一心只想重回萨雷姆，甚至不惜牺牲肉体，结识了废铁镇上的土豪二黑。二黑旗下有个生化人决斗场，靠操盘赚黑钱。二黑表示，只要阿莲能将自己的生化人战士改造得更加厉害，他就满足阿莲的愿望，送他上天。晚上，小白又发现阿德一身黑衣出门，跟踪之下才发现阿德确实有一个隐藏身份，但不是连环杀人犯，而是赏金猎人，专门打击罪犯。这次他就找到了最近专门针对女孩的连环杀人犯。只见阿德拿出武器，一个阿姆斯特朗回旋喷气时，阿姆斯特朗重锤瞬间就砸下了杀人犯1号的一只胳膊，但他自己也挨了一刀。这时小白冲了过来，一拳就让杀人犯1号领了便当。此时杀人犯2号撕下斗篷，原来他就是被通缉已久的杀人狂魔大壮。阿德为了掩护小白逃跑，被大壮打倒在地，没想到小白开挂了一般，不仅一脚踹断了大壮一只胳膊，还反重力2连踹。将大壮踹下了深沟。阿德难以置信，看似柔弱的小白竟然有如此高的战斗力。随后小白表示自己也想当赏金猎人，不过他不是为了钱，而是刚才的战斗似乎能让他恢复记忆。阿德不想让小白沾上血腥，但小白表示他可不是阿德捡回来的洋娃娃，人生就是一个字干。这时幸存的大壮找到阿莲寻求帮助。当阿莲听到是阿德的生化人将大壮打成这样时，他决定用自己的毕生所学改造大壮，再和老搭档斗法。被搞到后的大壮马上没来寻仇了，但命运和编剧的安排下，小白先怂后强，技能冷却完毕后，用混合了千鸟和火球术的一拳再次打断了大壮的胳膊，然后运用了传说中的那套从天而降的如来神拳，把大壮炸成了渣渣。另一边，抢劫脊椎的人也露出了真面目，竟然就是单纯又勤奋的浩浩。原来二黑在3年前说过，只要浩浩攒够1000万，他就有办法送浩浩去萨雷姆。但其实浩浩去萨雷姆并不是想要过奢侈生活，他只是想去一个又高又远的地方，看看废铁镇没有的景色。为了帮助浩浩实现梦想，小白开始努力打击犯罪，赚取赏金。谁知道浩浩在骗生化人抢劫脊椎时，不幸中了圈套，被赏金猎人抓了个正着。不仅搭档挂了，自己的身份也暴露，只能开始逃亡。小白这边得知心上人被通缉后，伤心欲绝的找到了浩浩。浩浩不想连累小白，劝他离开自己。这是小白一个史上最强壁咚。浩浩立马吓得表白，吻上了小白。二黑得知打败改造大壮的小白如此厉害后，想让阿莲找到小白，让他到自己的生化人决斗场战斗。阿莲找到了小白和浩浩，但他并没有通知二黑，而是偷偷的在外面听两人对话。小白为了帮浩浩实现梦想，愿意将自己赚到的赏金给浩浩，让他凑齐1000万，然后自己再从头赚起去天上找浩浩。旁边的阿莲也想起了自己和阿德的幸福回忆，原来他们俩曾经也是一对恋人。被小白和浩浩感动的阿莲想成全他们，这时一位赏金猎人出现，一刀砍倒了浩浩。小白一招空手接白刃后，想放电击倒对方，但这点小电流根本没用。关键时刻，小白看到天空乌云密布，然后一拳将电流打入了赏金猎人体内。在电流的吸引下，赏金猎人瞬间被闪电劈成了渣渣。浩浩因为失血过多，性命不保。在阿莲的帮助下，小白用自己的生命维持装置保住了浩浩的大脑。又经过阿德的手术，浩浩成功被改造成生化人活了下来。这时阿德告诉小白，萨雷姆不是想去就能去的，只有头上有萨雷姆市民标志的人才能进入。浩浩听到这个消息后，精神崩溃，从通风口逃走。随后阿德决定惩罚欺骗了浩浩的二黑。在二黑那里，他见到了阿莲的耳环。原来阿莲已经被二黑杀害，做成了人体标本。萨雷姆每隔一段时间就需要一个标本，根本不是什么天堂，更像是地狱。这时二黑趁机放出生化人，愤怒之下，阿德一个阿姆斯特朗回旋加速喷气时，阿姆斯特朗重锤将生化人劈成2半，二黑也自作自受的被生化人的胳膊插死。另一边，浩浩逃跑后爬上运输管道，想进入萨雷姆，眼看自己就要实现愿望。小白追了上来，求浩浩和他一起回到废铁镇。他告诉浩浩，世界上不只有废铁镇和萨雷姆，他想和浩浩一起去寻找属于他们俩的生存之路。这时运输管道上飞下来一个防止老鼠破坏的保卫环，浩浩躲闪不及，就这样被打成了碎片。さようなら。
动画版的故事到此戛然而止。比起原作漫画和电影版，《冲梦 OVA》的剧情节奏更快，气氛更为压抑，但相应也缺乏了更多细节，情感的渲染力度也减弱了不少。如果你看完这期节目对阿丽塔产生了兴趣，偏偏还是建议去电影院感受一下。虽然剧情有些套路，但是战斗和特效确实是蛮爽的。这期就说到这里吧，拜了个拜。